就是天禅寺。石秋，你看这山势，真是传说中的龙穴地府。什么叫龙穴地府？你们看这山势，中间的山高大坡缓，左右有山，就像一个太师椅。前有洛河，如碧水长龙，气势如虹。是啊，这一带真是绝佳的风水宝地。本姑娘才没有闲情跟你们聊什么风水。千乐姐，你跟你家风哥哥什么时候成亲呢？楚夫人现在被禁闭在通灵塔里，我们想先救她出来，再定个良辰吉日。那必须把楚夫人救出来，否则拜高堂的时候怎么办啊？我和千洛可不像你们似的，拜完天地就没下文了。千乐姐，赶快帮我堵住满风的嘴，他又在开我和大木头的玩笑了。不理你们了，就会欺负人。水瑶，你怎么样了？水瑶，水瑶，水瑶，你没事吧？启禀魔王，天禅寺已到。阿弥陀佛，施主请起。王叔主持天禅寺，想必已有40余年了吧？贫僧苦禅，早已不是什么王叔了。天禅寺世代由慕容家族主持，表面上是普通寺庙，实际上是我慕容家族的家族寺院。善哉善哉。即便如此，天禅寺仍是佛家重地。天禅寺除了是佛家重地之外，还是9所奇木之一玄关崖的所在地。而王叔不仅仅是天禅寺方丈，还是玄关崖的守墓。阿弥陀佛，施主请回。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
皇叔，慕容县自知愧对列祖列宗，但公墓派骆家已攻破韩铁木，玄关崖之战将无可避免。还请王叔信守祖制之法，以慕容家族千年荣誉为重。穆王城愿听从王叔的调遣。启禀方丈，公墓派骆家祖堂掌门骆天成求见。贫僧20岁时受家族长老秘传，剃度出家，镇守玄关崖，自以为千年古刹天禅寺根本不会有屠戮之战，而如今劫数难逃。佛曰：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这可能是一个盗洞，四周都是新鲜的泥土，应该是刚被挖开不久。雪瑶别怕，是我。这些人看样子死了没多久，而且不是被刀剑之类的武器斩杀，好像是被人硬生生的撕碎。死的这些人应该是盗墓派的人，不是班商会的，就是县礼堂的。难道这里是什么大墓的通道？你们看，前面那里有一个木门。我跟满风先进去，你们2个人在这里等着。如果有异常之事，大家都可不介意。如今古子墓和韩铁墓已被我公墓派所破，按墓派祖制之法，本掌门持破墓令来天禅寺，重开金卷铁书，攻守3章。贫僧恭喜罗掌门，连破古子墓和韩铁墓。这金卷铁书是记载9所奇墓第3座玄关崖的攻守之法。一共计有3条约法，请方丈明示。第一，攻守玄关崖限3月为期；第二，公墓派夺取忘川湖墓派第1战之名；第三，尽破忘川、楚毒、麒麟、天机4族祖墓，持4族祖墓破墓令，开启玄关崖。师父，请方丈请出，
金卷铁书，攻守3章。按木派组织，公木派如破解古子木和寒铁木，就可以请回金卷铁书攻守3章。贫僧已命人去取，骆掌门可以自行核定。谢方丈。这金刚门应该传不过去声音，这可怎么办？我们想想办法。这两边有2个佛像，说不定会是什么机关。他们一定代表生门和死门。千楼姐，不管他哪个是生，哪个是死，我们一人一边，先把石秋和满风给救出来，其他的以后再说。千楼姐，我们一起转动佛像。是呀，是生门机关。大木头，千罗姐，你们在哪儿？什么人在这里装神弄鬼？我林水瑶可不是吓大的。水瑶，好久不见。水瑶，好久不见。刚刚水瑶明明在这里的，怎么会突然不见了呢？肯定是水瑶转动石佛像，触动了机关。水瑶会不会有危险？现在很难说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转动石佛像，看看究竟有什么机关。公务不当，破响攻城，在下公木派楼满风，并非有意惊扰贵地，事出突然，还请海涵。我们有一位粉衣姑娘，不慎误闯宝地，只要找到她，我们就会立即退出墓地。冤家路窄呀，穆少。穆少真是贵人多忘事，难道不记得在下了吗？吴公公，
他竟然练成了黑脉麒麟臂。哼，不但如此，木派圣器灵火全套也在我手中。洛师兄，知道水瑶的下落，你先赢了我。恭敬不如从命。莫儿，住手吧！送公墓派的几位少侠离开我麒麟家族祖墓。是，父亲。林大小姐就在这个洞外等你们，恕不远送。老臣办事不力，前来领罪。索大人劳苦功高，不但无罪，孤还要赏你。哈哈哈哈哈！老臣惶恐。韩铁木因雪崩被掩埋，慕容显也拿不到宝藏。索大人已是大功一件了，何罪之有呢？谢太子殿下开恩。神部门愿为太子效犬马之劳。听说白虎堂的索大人仍旧下落不明。犬子连城带数十精卫刀客，舍生忘死，深入险境。韩铁木雪崩之后，仅数人逃出，可怜犬子至今下落不明，是生是死也不得而知。索连城索大人为朝廷尽忠职守，以身犯险，乃是我朝廷难得的忠臣良将，可奉为楷模。老臣感谢太子殿下嘉奖，臣必鞠躬尽瘁，誓死效命。哎，皇妹那边的情况怎么样？据密报，樱花宫的内务长4莲花，在雪崩逃离之时，为救慕容叶，身负重伤，命悬一线。公主急传宫中御医，日夜救治。哦，
莲花西月是皇妹的左膀右臂，如果此时断其臂膀，那真是天助我也。近日圣上龙体欠安，樱花宫突然急调刑部4大都统回京，11公子申旺带着玄甲铁骑也正在回京路上，太子殿下应早做防范。此事孤已得禀报，已命兵部调3000赤甲精卫驻守在城郊，以防不测。老臣也已命神捕门青龙堂吉玉、朱雀堂伊志隐、玄武堂瑞欣急速回京议事。哎呀！你们这些畜生！宫里的太医今天可来看过。莲花的伤势太重，宫中派太医日夜守候，说是如能熬过3日，性命则可以保全。我等3人名为主仆，实为姐妹，不管花多大的代价，一定要把莲花救回来。奴婢替莲花谢公主殿下洪恩。对了，本宫安排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启禀公主，刑部4大都统和11公子都已在回京城的路上，不出几日便能到达。派人盯住太子府和神捕门的动向。奴婢已安排妥当，请公主安心。只是公主和太子如此大的动作，圣上会不会怪罪？父皇龙体欠安，难以主持朝政。即使怪罪，也是两边都会怪罪。无论如何，我们要在京城拖住太子和神捕门，好让少城主和穆王城能一心一意地准备玄关崖之战。请问阁下，是否见到过一位粉衣姑娘？这个人好像已经死了。
这是盗墓派玉岭门夺命三魂之一的标魂李承焕。标魂李承焕，听说此人识暗器快如闪电，在武林中也是著名的暗器高手。但他连1枚金标都没有发出去，可见杀他的人手法有多快。他是死在楚毒风针之下，你们看他的脖子。我娘曾经跟我说起过这个暗器，楚毒风针，见血封喉，中针之人瞬间中毒身亡，是极毒之毒。你们看，那边还有2个死人。看装束，他们应该是另外2魂。水瑶不会有什么意外吧？从麒麟祖墓一出来，就是这条小溪。水瑶妹妹应该是目睹了这一切。这样，石秋，你去下游找寻，我跟千洛去上游找寻。有消息，大家就用响箭联络。好。穆少不必惊慌，这些密宗驯狼是家中驯养之物，不会恶意伤人。海叔，把他们带回来吧。小人遵命。这是小姐的客人，你们还不回去？我家小姐，请穆少入屋一叙。石秋在此处并无故人，我有急事在身，就不打扰各位了。穆少可是在找人？或许穆雪柔可以助少主一臂之力。穆少可是在找人？或许穆雪柔可以助少主一臂之力。穆姑娘既然知道我在找人，想必一定有线索，还请告知。我家小姐上通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从小通晓易经玄学，穆少可以尽无疑问。我急着找人，却不进屋了。如果穆姑娘愿意告知，石秋感激不尽。天下不知道多少英雄豪杰，都想与我家小姐见上一面，求上一卦。穆少有些不知天高地厚。海叔，不得无礼。穆少，我可以给你一条线索，但有一个条件。穆姑娘，你尽管开口，只要石秋能办得到。自此处向西走，你可以见到一处高崖，画着2道瀑布，名叫天瀑崖。在瀑布之间的山崖上有一座草屋，草屋的正厅挂着一幅洛河山水图，你只要取来借我一看即可。那我要找的人呢？
也在吴州。好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就这样说定了。这里还有一个神捕门的狗官，他还杀了我们的密宗驯狼。上！有没有什么发现？这里没人，可能向右边逃走了。追！吴可大师真是豪爽，喝最好的酒，杀最狠的人，快意人生啊！哪里比得过风少？抱最美的人，或最显目，笑傲江湖。不过此人可不是贫僧杀的。人确实不是大师亲自杀的，怕是大师借刀杀人吧？哦，风少好像看见一样，愿闻其详。大师把人逼到此处，却有人在暗处背刀杀人，妙哉，精彩！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此人杀了夺命三魂，拿了大师想要的东西，所以才被大师追到此处。一点不差，风少真是旷世奇才。但你知道此人是谁吗？此人一定是楚毒家族的毒针锁喉真无意。可是谁的刀有这么快，竟然让真无意出不了针，还见不着人？这最后一杯酒就送给风少，以表敬意。锁连城的刀法虽然快如闪电，但也没有这么快。出刀的人肯定是绝世高手。比锁连城的刀法更快的人，
你快把我放开啊！等大木头找到这里，你就死定了！你听到没啊？快把我放了！臭丫头，你要再敢说老娘丑，老娘就把你的舌头割下来喂猪！那天仙老太婆总行了吧？我们往日无冤，今日也无仇。你为什么要把我锁在这里啊？臭丫头，要怪就怪你这张脸。老娘告诉你，从今往后你哪里也去不了，乖乖的在这里待着，给老娘洗衣做饭、养猪种菜。一个心理扭曲的变态老太婆，想叫我林水瑶给你洗衣做饭、养猪种菜，门都没有！先饿你个3天3夜，看干不干？什么人？三弟，你连自己的兄弟姐妹们都认不出了吗？你们是人是鬼？三弟，不是你亲手把我们送进坟墓的吗？你说我们是人还是鬼呀？如果你们不杀我的继儿和琪儿，我也不会让你们去给父王陪葬。你们死有余辜！不管你们是人是鬼，我都不怕你们！来呀，来报仇啊！来呀！来人，把这些布幔都给本王撤了！来人，把这些布幔都给本王撤了！免了，四大家族的折子，本王看过了。四大家族的族长商议了许久，古子木和韩铁木的失职之责必须要有人承担。
楚夫人已禁闭通灵塔，但少城主的主事之责也必须追究。按祖制，少城主可以有2个选择：一是交出淬火圣剑，禁闭通灵塔；二是受刑堂的鬼鞭刺肉之刑。百里无魂，你是刑堂首座，本王想听听你的意见。属下愿遵从祖制之法。至于少城主要受哪种刑罚，还请穆王定夺。那各位觉得，本王如何裁定才能服众？属下认为，交出淬火圣剑，禁闭通灵塔最为妥当。如果要使用鬼鞭刺肉之刑，恐怕少城主千百年来，一共有7人受过鬼鞭刺肉之刑，而其中6人都当场惨死，只有9公子慕容鹤1人受刑后得以逃生。9公子当年虽然年仅9岁，却是天灯圣尊最器重的徒弟，只因私自离塔，失手杀死守塔人，所以受以鬼鞭刺肉之刑。原本所有人都以为9公子必死无疑，但万万没有想到，他竟然受刑之后奇迹般的活了下来。大师兄从小就长有奇骨异学，神功绝世非常人可比。以属下之见，让少城主禁闭通灵塔，还可以保下一条性命。我等也是此意。禁闭通灵塔，终身不得出。叶儿是我仅剩的儿子，他们这是要断我慕容家的后路。然而选鬼鞭刺肉之刑，那叶儿就九死一生。儿臣愿受鬼鞭刺肉之刑。请父王成全。父王曾教导孩儿，我慕容家的子孙，宁可站着死，从不跪着生。大哥和三弟曾经就在这五子宫中宁死不退。叶儿愿追随兄弟之志。好，父王成全你。你跟继儿和齐儿一样，都是父王的好儿子。属下自接管刑堂以来，从未使用过鬼鞭刺肉之刑，对行刑之事并不了解，还请穆王另请高明。鬼使南宫月，愿亲自掌刑。
你真的要亲自掌刑？是的。但上一辈人的恩怨，真不应该让下一代人承受。天定的命数，自找的结束。慕容烨既然愿杀身成仁，我们只能成全。天定的命数，自找的结束，你我皆是如此。天命结束，为什么要让我活下来？为什么不让我9岁那年死在这里？守了一夜，也没有等到那个刀客。他就在附近，只是一直没有现身。你怎么知道他就在附近？因为尸体上的刀，他还没有取走。那把普通的汉长刀，那可不是一把普通的刀，那是把天下难寻的宝刀。那把刀一刀刺喉，穿树而过，刀前刀后，滴血不沾。对呀，那把刀的刀身通体发蓝，和普通黑色的汉长刀是不太一样。一把绝世好刀，谁都不会随便放弃。这么大的一个线索，难道无可大师没看到吗？看他走得异常匆忙，一定是有更紧急的事需要他去做，所以他就把这条线索让给我们。那个刀客出现了。我们等了阁下一夜。风少绝世聪明，在下自知逃不过，这样空耗着也没有意义，所以出来与风少一见。我只是好奇，天下谁的刀竟能如此的快？在下之名不多挂齿，只怕临水摇得下，才是风少等上一夜的原因。真武义杀了夺命3魂，你又杀了真武义，整个过程你都在场，你肯定见到过水瑶妹妹。莫宫城的林大千金，在下确实见过。只是他的下落，绝不会说出来。千洛，千洛！
严重，有毒。找了一夜，总算让我找到。雪瑶，雪瑶，你在上面吗？笨木头，臭木头，怎么现在还不来救我？雪瑶，雪瑶，你在上面吗？大木头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你快来救我！雪瑶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这上面有一个丑老太婆，哦不对，天仙老太婆，她把我锁在这里了。你在上面等着，我这就上来救你。别高兴得太早，他能上来再说。天仙老太婆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赶紧把我给放了，否则等会儿大木头来了，非让你好看不可。究竟谁让谁好看还不知道，在你那个大木头没上来之前，你赶紧去把猪喂了。雪瑶，你别急，这个山崖太邪门了，怎么爬都爬不上去。愿上天保佑叶哥哥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启禀公主殿下，不好了！四大家族围逼穆王宫，少城主领罪，责罚诡辩之刑。奴婢这就带人赶去穆王城。不必劳师动众，本宫独自一人前往穆王城。你在这里等11公子身亡回见，请他先主持京中事务。公主独自去穆王城，奴婢实在不放心。本宫心意已决，把汗血宝马牵来吧。星堂传信，明日午时，诡辩之刑，授一炷香。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
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墨儿知道，叶哥哥自愿赴鬼兵之行，此乃大丈夫舍身取义之举，不便阻拦。只是明日之后，生死难料。墨儿愿以同劳合锦，结发3里，与叶哥哥结为夫妻。墨儿不悔。明日若生，则伴君终身；明日若死，则守寡一世。叶哥哥，我已好很多了。这个时候，你应该陪在公主身边才是。公主独自去了穆王城。公主独自去穆王城，你怎么能这么糊涂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公主建起樱花宫，与太子分庭抗礼，并非沉迷于权势，一切都是为了少城主。如果少城主有什么闪失，公主哪里受得了？万一出个什么差池，你有几个脑袋去圣上那里领罪？小妹确实糊涂。这个时候，公主想不开，你不能跟着犯浑，还不赶快带人连夜赶往穆王城？快去！来人，挑最快的马，赶往穆王城。我欲与君相知，长命无绝罪。山为岭，江水为竭，冬雷阵阵，夏雨雪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。
启禀穆王千岁，忘川、楚毒、麒麟、千机4大家族长士，属下奉祖制约法，待慕容业领罪受刑。启禀穆王千岁，属下奉祖制约法，待慕容业领罪受刑。行刑！风少一定很好奇，为何会置身于此。不错，但既来之则安之。姑娘没有要了我的性命，就一定是留着我有用。风少说笑了，小女子穆雪柔是忘川湖穆氏圣族的女子。穆雪柔，坐与阁听江湖，解风云算天下，可说的是你。风少能知道小女子之名，真是三生有幸。忘川圣女盛世神差穆雪梨是什么人？她是我姐姐。是神差让你设下的这个局？风少多疑了。忘川湖畔的血雨腥风，每3年都有一回，是贪婪惹的祸，跟小女子无关。只不过风少正好赶上了这一波杀戮。水瑶不是你劫走的？水瑶被劫是他自己的原因，能不能重获自由，就要看穆少的诚意了。那么千洛如今在哪儿？韩姑娘的事，那就要看风少的诚意。哦，你是在威胁我喽？只要风少替我办一件小事，韩姑娘自然会安然无恙的回到你身边。什么样的小事？穆姑娘不妨说说看。去麒麟祖地取出血芙蓉，交给我就行。
江湖中盛传风少神功绝世，而且风华绝代。今日一见，果不其然。把千洛放了。唉，真的好羡慕韩姑娘啊，只可惜你不敢杀我。你想用自己的命来试试吗？我的命对风少来说一文不值，但韩姑娘的命却是风少的生之所望。风少，你们家穆少被围困在天瀑崖的天梯之下，你不妨先去和他会合。天梯的秘密也在麒麟祖地之中。报！禀报所长印，穆王城线报，有人在昆仑山下发现白虎堂锁连城大人的踪迹。成儿还活着？线报可说，他现在怎么样？线报说，索大人身负重伤，又被穆王城死士追杀，命悬一线，请所长印定夺。掌印大人，下官立即带人去昆仑山营救连城老弟。属下也愿前往。好，速把成儿救回京城。如果遇见穆派的人，无论公属哪支，杀无赦。属下遵命，万死不辞。来呀！来呀！不怕死的就来呀！大木头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昆仑山那么高，寒铁洞那么深，你都能上能下的，这个破崖你都爬一晚上了。雪瑶，你别急，这个破崖太邪门了，怎么爬都爬不了原点。臭丫头，猪你喂了没？喂猪喂猪，就知道让我喂猪。大木头，我去喂猪了，你再不上来，猪就要撑死了。知道了，我尽快想办法。
想了一夜也没办法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臭丫头，快去喂猪，否则今天没饭吃。猪哥哥，我来了。石秋，你在哪儿？石秋，水妖就在上面，可是破崖邪门的要紧，怎么爬都爬不上去。南风，你快来看看。我觉得整个天瀑崖就是一个阵法，但又看不懂这是个什么阵法。完了个鸟蛋，这该怎么办啊？我们先去麒麟祖地，那个暮雪楼说在那里能找到办法。就是忘川湖边木屋的那个女人，你也见到她了？她把千洛给抓了，要我们去麒麟祖地找个叫雪芙蓉的东西来交换千洛。她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？让我来这里找话，要你去找雪芙蓉，困住了水瑶，劫持了千洛。他还让你找话，他处心积虑的做这样一个局，里面肯定大有文章。管他个什么文章，我现在就去把这个仙界女人砍个七八段。你想让水瑶永远待在上面，我还不想让千洛有半点闪失呢。去麒麟祖地一探究竟，这件事情挺有意思。那好吧，我跟水瑶说一声。水瑶，你先坚持一会儿，我跟满风去找破解天瀑崖的办法。你们给我快点，我真受不了这里了。叶儿，我来问你，当年你祖父是不是被你父王所杀？那夜，你是不是就在魔王殿？命总算救回来了。来人，速叫萧神医进来。少城主醒了。公主殿下，幸好奴婢赶得及时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龟氏和萧神医正在全力救治少城主，公主殿下千万不要放弃希望。禀报西岳长司，通灵塔传来消息，少城主转醒了。这可是真的，少城主活过来了。奴婢已确认清楚，少城主确实得救了。奴婢恭喜公主殿下，少城主吉人天相，善者神佑。快，西岳，速
速给本宫梳妆。宫中急报，皇上龙体欠安，急召公主回京。公主殿下，少城主既已脱险，京中形势瞬息万变，应该火速回京。韩姑娘，你就别费力气了。海叔的无忌散之毒虽然不会致命，但会让你无法运功。你困我在这里，是何用意？我不是故意为难韩姑娘，只是想让龙满风替我拿件东西。他东西拿来，我就会放了你，绝不为难。你以我为要挟，满风肯定会答应你，但你却让满风置于险境，生死难料。如果满风有什么事，我绝不饶你。果真是木派侠侣，情深意重，真让人羡慕。龙满风确实是当今天下风华绝代的人物，忠义仁勇信一个不缺，难得的好男人。满风的好与坏，不需要你来评价，因为你不配。韩姑娘对我误解太深了，好好休息吧。可是我不想休息了，你根本困不住我。我说了，根本困不住我。不用追，让他去吧。韩千洛从小竟在毒液里长大，早就百毒不侵。无忌散只能一时有效，但久了就没用了。让他走，是我早就计划好了的。如果他死在我这里，那就麻烦大了。叛徒！左大人，坚持住！人跑哪儿去了？刚刚就在这里，不见了踪迹。你们看，溪中有人！玉岭门夺命三魂，标魂里成幻，
怎么会死在这里？那里还死了2个。在那边，给我追！不是那个狗官。死木头，笨木头，这才多高的山崖都爬不上来。臭丫头，还在妄想那小子来救你？猪，我刚喂过了。和那个女人年轻的时候，简直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？我吗？和谁一模一样？还有谁？跟你娘一样，都是妖精相。你凭什么骂我娘？你这个恶心、粗糙、难看的丑八怪老太婆！你敢说我丑？找死！你敢骂我娘，那我就再也不用对你客气了，我跟你拼了！幻墨神功，哼，臭丫头，天下不是只有幻墨神功能幻影离形，今天我非打花你这张脸不可，到时候看咱俩谁丑。我娘都死了那么久了，你还要骂她？贵妇真的死了？你怎么知道我娘的闺名？别人说你走了，我不信。但现在你女儿都说你走了，我不得不信。归风求黄衣，寥寥不复闻。归风求黄衣，寥寥不复闻。公务不当，或享功成。骆石秋、楼满风前来拜攻麒麟木。
这里看上去很不对劲。石秋，你看这些麒麟石雕，我也发现了，嘴都对着墓道。这些人一定是触动了机关，两边的麒麟石雕瞬间突兀，才被烧死在此处。不错，幸好他们死在此处，否则我们哥俩也要成烤猪了。一人一边，踩着麒麟脑袋过去。好主意。要是刚刚没刹住脚跳了下去，那真是要变成刺猬的呀！没想到小小的麒麟祖墓，竟然跟古子墓、寒铁墓一样凶险。晚风，你看这天顶和地底各有一块鬼眼石。这通道是在上面还是下面？完了个鸟蛋，没完没了了呀！现在最起码知道，地上是个死穴，天顶内才是通道。看什么看？我等会儿就捅破你的鬼眼！可这天顶上的鬼眼石实在太高了，很难用轻功跳上去。是啊。这些金雕剑对着整个房间，也没办法用金刚棍由墙爬壁。夺命三魂他们只不过想去取雪芙蓉，作为大哥的寿礼，可没想到这麒麟家族太狠了，竟然把他们全都杀了。你们也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，跑到麒麟家族祖墓来干什么？
掂量掂量分量。死了活该。理是这么个理，但大当家的，如果这事儿咱不出面要个说法，要传到江湖武林上，且不说被江湖武林中人耻笑，而且门里的兄弟也会心寒呐。好吧，二弟，咱哥俩就去会会这独孤剑，讨个说法，让其他的兄弟们在附近待命，不要轻举妄动。这里是守墓派的地盘，别捅了马蜂窝。我早就安排好了，请大哥放心。另外，有探马来报，附近出现了神捕门的大队人马。是锁连城。锁连城在寒铁大墓中生死不明，估计不是他。哼，当年锁朝阳联合发丘帮，想置我们于死地，老子就带人掘了他老家的祖坟，杀光他的族人。谁料锁连城成了漏网之鱼。锁连城一心想报仇，到处与我们为敌。他要是死在寒铁大墓那边，那就是真的痛快了。左朝阳就这么一个儿子，那就真的断子绝孙喽。玉灵门公孙无忌，我索家131条人命血债，今天非讨还不可。我可没精力在这里耗着。满凤，咱俩把这石雕推过去。走。石秋，你看鬼眼的眼球，通道肯定就在那后面。把他捅下来。一个人的轻功可够不着，我们来个空中接力。好主意。
通道果真在这里。而且那还是机关眼，你看这么大动静，这些箭也不射了。什么人？给老子出来！别在那里装神弄鬼！无忌、无常两个兄弟，魔金学王张寿在此有礼了。哈哈哈哈！原来是学王老弟，我们有10余年未见喽。学王兄，您不是已经金盆洗手，隐居山林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说来话长，老夫被锁连城那个狗官四处追杀，还抢了我的金刀，可我也夺了他的玉刀。哦，学王老弟是什么时候见过锁连城的？算来也是数月前的事了。学王兄竟然会出现在麒麟峰上，想必也是为了那雪芙蓉吧？哈哈哈哈哈！数日之后就是无忌兄的寿诞，老弟我正想准备一份贺礼呢。哈哈哈哈！难得难得，学王老弟这个礼，兄弟我记下了。方才我进到洞里来，被吓了一跳，怎么会有如此多玉岭门的兄弟死在这里啊？没想到麒麟家族竟然如此狠毒，这麒麟家族太不给咱盗墓派面子了。我陪两位兄弟一起去麒麟家族要个说法。学王老弟，仗义元首，先谢过了。无忌兄，客气了。真气汇聚于白海，冲3穴，突破1品。慕容烨拜谢鬼使首尊，不但以神功救我性命，还助我打通任督二脉。不用谢我，真正救你的人是你自己，是你活下去的意志帮助你。
不会是满风和石秋遇到劲敌了吧？来呀！有种的来呀！你小子死到临头还要耍横，再不说出锁连城大人的下落，本官就劈了你！什么人？找死吗？小女子韩千洛，以前是古子木守墓师，虽然现在是公墓派的人，但外人欺负我们墓派的弟子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神功图画手，幻手冰心韩千洛。一个韩千洛有什么可怕的？吉大人，我们来助你一臂之力。你们可以试试。阴兵，那是阴兵！兄弟们，这事儿有点邪乎。我们先撤退。叶儿，你果真好了。父王，儿慕容叶死里逃生，已经康复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老天有眼，保佑我慕容世家。不但如此，鬼使守尊还助我打通任督二脉。你说什么？鬼使守尊助你打通了任督二脉？千百年来，一共有7人受过鬼鞭刺肉之刑，而其中6人都当场惨死，只有9公子慕容鹤1人受刑后得以逃生。大师兄从小就长有奇骨异穴，神功绝世，非常人可比。不错，没想到鬼鞭之刑让儿子因祸得福。怎么了，父王？难道你不高兴吗？不是，高兴。父王当然高兴。你赶紧去后堂看你母妃，别让她继续担心。是，儿子这就去。来人呐！诛仙鬼使守尊，来五子宫！来人呐！诛仙鬼使守尊，来五子宫！
免了。多亏鬼使守尊，才让叶儿捡回了一条命。这是属下应尽之责。千百年来，共有7人受过鬼鞭之刑，而其中6人都当场惨死。只有我的9弟受刑后得以逃生，而且和叶儿一样，因祸得福，打通了任督二脉。当年师傅救回大师兄，就是用的此法。属下只是效仿师傅的方法，心中其实也没有成算。这生死主要还是看少城主的定力和意志。本王还有一事，想请教鬼使守尊。属下不敢，穆王有事尽管吩咐。当年本王9弟受刑时才9岁，而鬼使守尊当时也才7岁。天灯圣尊是何时把此法传授给你的？此功法是师父的秘传神功，我师兄妹3人自幼便开始修炼，只是功力高深，要看个人领悟和造诣。即使我不出手，神差师妹也不会坐视不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当年本王令9弟慕容鹤随父王陪葬，不知鬼使守尊是如何看待的？此乃穆王千岁家事，属下并无看法。属下身心疲乏，如果穆王没有别的吩咐，属下想先行告退。那是自然。本王让守使前来，就是想当面感谢守使救命之恩，别无他意。启禀穆王，麒麟家族少主独孤墨前来拜见。请麒麟少主进来吧。麒麟家族独孤墨拜见穆王千岁。麒麟少主，起来说话。谢穆王千岁。独孤墨参见鬼使圣尊。麒麟少主不必多礼。本王听闻雪芙蓉在麒麟祖地出现，引得天下武林人士趋之若鹜，而且还死伤不少人。回穆王千岁，江湖谣传雪芙蓉出现在麒麟祖地，我们遍寻整个祖墓，一无所获。但那些江湖人士并不相信，仍不断侵扰祖墓禁地，万般无奈下，造成了一些伤亡。这些江湖人士真是胆大妄为！你回去告诉麒麟族长，凡是侵扰祖墓禁地之人，不必问其缘由，一律杀无赦。独孤墨代麒麟家族拜谢穆王千岁。穆王千岁，属下觉得此事来得蹊跷，而且事关家族祖地，想和师妹去一趟忘川落水。另外，攻守之战迫在眉睫，也需要加强守卫。本王正有此意，那2位圣尊就去一趟忘川落水。属下遵命。
师兄，你醉了。哈哈哈哈哈！醉了，好，醉了好。醉生才会梦死，醉死就不必梦生了。不要劝我，扔掉我的酒，你都去死！龙贤，我要你去死！都死了，为什么要我活着？为什么？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我活着？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大伯父，大伯母，千洛，你没伤着哪吧？没有，我还没动手，你们就来了。大伯父、大伯母怎么会到这里来？啊，我们赶回咱韩家的祖居危楼，在这里刚巧碰上了你。你又怎么会在这里？还跟这些官差打起来了？我跟风哥哥走散了，碰巧遇到。在下穆王城行堂追命使王立，拜谢众位救命之恩。我们是铁骨韩氏的后裔，这位兄弟，怎么会跟官差打起来啊？我等奉穆王城行堂之令，追踪狗官索连城的下落。却在这里遇到神捕门的人。索连城，就是那个尾随少城主进到我韩铁大墓的狗官吗？正是此人。这位兄弟，你先回穆王城去通禀吧。千洛，你一时也找不到娄少侠，不如先回韩家围楼，见见家里的叔伯兄弟。对呀，家里人帮着你一起找娄少侠，消息来得也快。好吧，千洛听从大伯父和大伯母的安排。怎么一口也没有吃啊？喂，天仙老太婆，你不吃饭是真的想成仙吗？我做的饭菜虽然不是山珍海味，也不至于这么难吃吧？
不想吃就算了，饭我拿去喂猪了。你就盛你的先去吧。每天叽叽喳喳的，神仙都被你吵死。天仙老太婆，你不是病了吧？你再多嘴，我就剪掉你的舌头。天仙老太婆，天仙老太婆，喂，天仙老太婆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唬我啊！我可什么都没干啊！这个破地方上不来，下不去的，你还把我锁着。你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跟我没任何关系啊！住手！球皇，球皇，球皇，你怎么了？啊！臭画画的，你是什么意思？嘿，臭写字的，咱说好的，谁也不许碰球皇妹子。可你看，球皇妹子好像病得不轻，我是想把她抱到屋里去。你这个老不要脸的东西，说出心里话了吧？还想抱球皇妹子到屋里去？我是说，总不能让球皇妹子就躺在这里吧？啊！哼，反正你不许碰她，我也不会碰她。两位神仙老头，你们先把我放开，我把你们球皇妹子抱进屋里去。我是女的，没关系的。哼！南风，这地方挺眼熟，是上次来。上次那个应该是一个假释，而这里才是真正的麒麟家族。穆少、冯少，上次是误打误撞闯我麒麟祖墓，而这次却是为了公墓啊！我与满风实在无奈，才出此下策。我们有一事相求。有求于我，攻破麒麟墓道，毁掉阴阳鬼眼，大闹我祖地墓堂。哼！穆少求人的方式真是别具一格呀！麒麟族长，此事我们两人确实有些冒失，还请您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等小辈之过。
那你们说说，所谓何事？我们来打听一件事情，再借一样东西，然后就立即退出麒麟祖墓。打听的事情是如何才能登上天瀑崖？借的东西是雪芙蓉。你们回去吧，并不是我不想帮你们，而是这2件事老夫都不知情。但有人告诉我们，这2件事只有问麒麟族长才有结果。天瀑崖是求皇夫人的隐居之处，上下天瀑崖的方法我确实不知。那么雪芙蓉呢？驻颜洞灵4女仙，千年奇药雪芙蓉。这10几日，江湖中谣传此物出现在我麒麟祖地，就连穆王千岁也询问此事。但我派人找遍了麒麟祖地，一无所获。麒麟族长，能否让我们在墓里查一查？你们爱信不信，但我麒麟祖地岂是你们说查就查了？这天罗地网，别说你们2人，就是你们公墓派都在此处，也难逃一劫。老子还以为闯麒麟祖地像闯阎王殿一样，没想到是一路畅通无阻。感谢公墓派2位少侠，把机关全都给破尽了。御林门掌门公孙无忌。独孤兄，好久不见，一向可好啊？这数日来，你们御林门屡次犯我祖地，你来的刚好，正想讨个说法。说什么说法？本门数十位弟兄，不过是误闯了贵地，却遭来杀身之祸。这一路上到处都是我门中弟兄的尸骨。哼，说起来，老子还想找独孤兄讨个说法呢。贼就是贼，谈何我？犯我祖地，还想让我们好吃好喝的招待不成？既然话不投机，说多了也是浪费唾沫。交出雪芙蓉，饶你们处死。又是雪芙蓉，别说没有，就是有，你们也是痴心妄想。就在你看这天点的，中间那个好像跟破木令一样。你别说，还真是破木令。灭踪啊！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独孤剑可是麒麟家族的族长，
这梁子可结大了。独孤剑是骆石秋和楼满风杀的，算不到我头上去。这里看样子是建造墓地留下的一个密道。这原本是一个天然洞穴，然后被利用起来，通过这个洞穴再往下挖空，才建成独特的麒麟家族祖墓。石秋，快过来看，这朵花长得好特别啊！我是第一次见这么奇怪的花，会不会是他们老说的雪芙蓉？有这个可能，难怪独孤剑说他们在墓里寻了个遍都一无所获。原来它长在了这条秘密通道里。这些人做梦也想不到。哼，不管那么多了，摘走再说，拿去缓千落的消息。你不知道，每次说起来，你大伯父还不承认。华佗娘，你看前面，快到家了。千落，那就是我们韩氏的祖屋。太祖母看到你，不知道该有多高兴呢。太祖母？对呀。算起来，你应该是祖母的第4代孙女。难道有人侵犯我韩氏一族？我的身法快些，洛儿先去看看究竟。咱们走。这位老婆婆，你没事吧？小姑娘，你的太古纸刀从何而来？走了一夜，终于到了洞口。这里看上去好像是个大瀑布。这密道确实够长的，而这个洞口也着实异异。谁都想不到密道会在瀑布里。只可惜破天瀑崖的办法没有找到，也不知道水瑶现在怎么样了。
你们俩冤家在一起，天天吵架斗嘴，谁也不服谁；不在一起，又你想着我，我想着你，提心吊胆。难道你就不担心千洛的安危？谁说我不担心？千洛不知所踪，我心里跟揣着把火一样。等出去，我们就先找到那个穆雪柔，用雪芙蓉换千洛的消息。好。哈哈哈！石秋，快来，你看这是哪里？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哈哈哈哈！原来这密道近处竟然是天瀑崖。好，我们赶紧去救你的林大小姐。像，太像，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我去喂猪，我马上就去喂猪。行了，丫头，我有些事要问你，你要一五一十的告诉我。什么事啊？只要我知道的，肯定都告诉你。你娘究竟是怎么死的？那时我不过23岁，弟弟宇坤才出生不久。我娘便突发暴病离去了。突发暴病？这不可能！龟凤从小就天资奇骨，百病不侵，别说大病，就是小病也不曾见过。还有，为何你娘死的时候，江湖不见报丧的消息？我爹秘不发丧，江湖上鲜有人知情。我那时幼小，也不清楚。雪阳，雪阳，你在哪儿啊？大木头！真不可思议，你们是怎么爬上这天瀑崖的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，我和满风是从山顶上跳下来的。水瑶呢？快把水瑶交出来，要不然我们就不客气了。真是后生可畏，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。我求黄药的人，还有人敢来抢？阁下就是圣上御封10大守墓人之首的裘皇夫人。呵呵，
我久不在江湖，难得有人知道。在下楼满风，公墓派鬼手牧师。这位是洛石秋，是我家少主。哦，他就是那个大木头吧？果不其然，木头木脑。求皇夫人，我敬您是前辈，还一忍再忍，你别得寸进尺，快把水药交出来！本少爷可没那么好脾气。那你就养好脾气，再来跟我说话。祖母，孙儿韩天傲拜见祖母。啊，天傲，你真是我的孙儿天傲。祖母，是我真的是天傲啊！你们这些混账东西，竟敢违背守墓人的誓言，败坏我韩家千年承诺，从韩铁大墓里跑了出来。祖母有所不知，公墓派攻入韩铁大墓，大墓因雪崩而倒塌。按祖制，韩氏已尽职受谢，可以退出韩铁大墓。哦，天下竟然有这种高手，能攻破韩铁大墓。洛儿便是公墓人之一，愿意为证。祖母，千洛是天啸的孩子。天啸，他是天啸的孩子。我那可怜的天啸，竟然还有一个孩子。快过来，让太祖母好好看看。探子来报，骆石秋和娄满风从天瀑密道里出来了，他们已跳到天瀑崖上。果不其然，骆石秋和娄满风竟真能找到天瀑密道。属下恭喜姑娘，天瀑密道里的雪芙蓉，他们肯定也拿到。雪芙蓉换看洛河图，洛河图里百宝藏。若不是天瀑崖的阵法邪门，根本无法硬攻，我们也不必利用骆石秋和娄满风来探路。即使是知道上崖之路，那又如何？求皇夫人、华圣、书圣，都是绝世高手，攻其不备，出其不意。韩千洛的下落是否查明？他也回到韩家为屋，应该见着了韩家太祖。
派人把楼满风的消息传过去。属下明白。另外，刚接到线报，玉岭门的公孙无忌和公孙无常刚刚突然也从麒麟祖墓里出了。这2个人确实有点意思。不是2人，而是3人。还有一个是魔金学王张寿，他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突然跟公孙无忌和公孙无常混在了一起。张寿，他不是死在清源村了吗？魔金门的人神出鬼没，又擅长意面改身，谁也分不清真假，更别说是生是死。说的也是，生死其实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别给我们添乱。姑娘放心，属下自会安排。现在我们要考虑的是，一定要按照计划做到全身而退。万无一失，请姑娘放心。洛世清，楼满风，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，要你们血债血还！麒麟族长惨死在祖墓之中，此事非同寻常。麒麟少主，这个密道能往何处？父亲从来没跟我说过这条密道，我也不知道通往何处。这样吧，你先安顿好你父亲的后事，我跟鬼使去查个究竟。我怎么就没注意到这地面上有机关呢？确实有些大意，想想现在怎么应对。水傲，你是怎样被带到天不崖的？那天独孤墨把我从麒麟祖墓里放出来，一出洞口，我就看见。
各位是从麒麟祖墓里仅剩下逃出来的高手，一定拿到了雪芙蓉吧？无可踏实，他们好像在抢什么东西。一个死人。小姑娘，我要的东西你拿到了？什么东西啊？你姓林？对啊，这位姑姑，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吧？你认识我啊？莫空城林清风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爹。姑姑，你认识我爹？我不但认识你爹，而且我们还是亲戚。亲戚？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啊？后来我就被带到天扑崖上来了。原来是这样，在这有水的地方，你不是可以使用幻魔神功分身的吗？幻魔神功是可以分身幻影，但它锁住了我的脚，那些分身幻影根本骗不了别人。其实我挺开心的，这几天我一个人待在这个鬼地方，那个老太婆又凶巴巴的，闷都快闷死了。我们现在是人家的羔羊，砧板上的鱼肉，你还开心得起来？我就是开心。等会儿要是拿我们开刀，你就第一个吧。哎，我第一个，你良心会不会痛啊？好了，想想现在怎么办吧。怎么没看到千洛姐？是不是她等会儿会来救我们？在洛西话术里，我跟千洛失散。希望千洛姐没事。忘川家族玄佛相见，难道是圣使神差来了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先下去看看。洛儿，你这太古纸刀是从何而来？满风说是从圣人天金墓里意外找到的。圣人天金墓？这就对了。太祖母已经问过2次，好像对太古纸刀很感兴趣。你太祖母娘家姓岳，这太古纸刀最初的主人岳禅灵，便是我们岳氏祖先。原来如此，那太祖母一定知道太古纸刀的刀法。呵呵，傻孩子啊，当初先祖就是因为太古纸刀杀气太重，才把它埋在圣人天金墓里。
杀气太重。洛儿带着他已有些时日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。哼，那是因为你用的是神功毒化手，是手上的功夫，而不是太古纸刀的刀法，所以并不能发挥纸刀的威力。那太祖母知道这纸刀刀法吗？鬼丫头，这独特的刀法，以前因为没有刀，也只能在脑子里过过瘾。这些刀法确实惊世骇俗，现在太古纸刀终于有了，太祖母也想见识见识它的威力。那太好了，千洛也想见识见识。老天既然把太古纸刀交给你，这就是天意。太祖母这就开始教你刀法。忘川家族穆雪柔参见书圣、画圣两位护法。原来是忘川家族的二小姐，你不在忘川阁待着，这深更半夜来我天府崖做什么呀？我特来求见求皇夫人。天瀑崖是木派禁地，不是什么人都能随随便便就上去的。你的意思是我们家二小姐身份不够？听说求皇夫人在找雪芙蓉。你有雪芙蓉？不错。这段时间忘川洛河刀光剑影，不知多少英雄都在争夺此物，为的就是看上一眼洛河图。本护法还以为忘川阁会藐视此事，现在看来，原来也是贪婪之辈。洛河图里百宝藏，据说看上一眼便能按图索骥找一处宝藏。但本姑娘对钱财并不感兴趣，只想当面送给求皇夫人，让这忘川洛河重回安宁。那你把雪芙蓉交给本护法吧，本护法替你转交给求皇夫人。本姑娘好意送人一份大礼，而人家却连见都不让见。既然如此，那这个礼本姑娘也不想送了。哎，穆二小姐，你先等等，我们商量一下。那这样吧，你们上天瀑崖没问题，只是要委屈一下，盖上个头套。太古纸刀的刀法原本就是神功毒化手演变而来，如今洛儿你早就练有神功毒化手，刀法也可以事半功倍速成了，确实是天意。天指脱刀，一步一杀。这纸刀的脱刀和吸刀，需要练成我们岳氏的极象心法。太祖母现在就传授给你。
天地无极，相由心生。吐纳巡行，万物落地。祖母，洛儿，雾少和风少有消息了。他们在哪儿？他们现在正在天瀑崖上。天瀑崖？太祖母，洛儿想现在就去找他们。你先等等。天傲，这个消息你是从何得来？一个忘川家族的死士赶来报的信。忘川家族为什么要把穆少和风少的消息告诉我们？对呀，而且他们怎么知道洛儿在我们这里？不管是真是假，洛儿都要去天瀑崖一趟。孩子，你江湖历练太少，还搞不清楚这忘川洛河的水有多深，天瀑崖究竟有多么危险。太祖母好像很熟悉天瀑崖，难道她有什么秘密吗？这件事情极其机密，鲜为人知。天瀑崖下锁着一把极凶的东西，被称为木派第一煞气的邪灵离魂钩。近千年来，这把煞气曾在武林中现身过3次，每次造成成千上万人的死伤。洛儿只听说过木派圣气，还是头一次听说木派煞气。圣气10把，煞气8件。它们虽然都是武器，但本质有很大的不同。煞气的功法太过阴邪恶毒，每次在江湖上现身，都会掀起血雨腥风，武林浩劫。太祖母怎么会如此熟悉煞气的事情？因为太祖母曾经就是天瀑崖上的守崖人。20年前，老身因练功时走火入魔，才被御封的第一牧使裘黄夫人替换下来。天象一动，煞星坠地，气血浮人，荼毒生灵。
他们被人灌下了孟婆汤。孟婆汤？他们暂时幸免，只是如果没有解药，就永远醒不过来。这可怎么办？先别慌，你在这里守着，我进屋去看看。什么人？韩姑娘，好久不见。玄铁巨竿下好像是洛石秋、楼满风和林水来的。鬼使神差，难怪满风和洛大哥会被捆在此处。他们三人和我们无关，我们刚从密道跳到崖上，就碰见了韩姑娘。看上去他们三人不是很好，难道出了什么事？满风他们被人灌下了孟婆汤。邪灵水孟婆汤早已绝迹于江湖。韩姑娘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可否让我们查看一下？多谢二位圣使关心。千洛守在此处，就是不想有人再生事端。韩姑娘，此事关系到攻守两派的名誉，不是你能担待得起。千洛也说过，多谢二位圣使关心。当年天书有恩于你，本使才几次三番出手救你，别以为本使不敢杀你。我身后的三人都是千洛的至亲至敬之人，千洛不让，谁也别想动他们一丝一毫。太无耻到公！鬼使神差二位圣使，怎么趁老身不在，欺负起我重孙女来了？原来是韩家太祖不对。方才你小孙女说有人被灌下孟婆汤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必须要查个水落石出。邪灵水孟婆汤，老身当然知道此事非同小可。祖制首尊，上古幕府，鬼使神差听令。通灵塔鬼使神差，跪迎祖制首尊，上幕府。天象异动，煞星坠地，气血芙蓉，荼毒生灵。速传穆王慕容显，公墓派洛天成
天禅寺苦禅大师神医萧无病到木派禁地天铺崖议事。太子殿下急唤老臣前来，不知所谓何事。故意得到圣上的口谕，忘川湖雪芙蓉的事，你们可以放手去做了。那真是太好了，臣这就去调动人手，火速赶往忘川湖。另外，听说索连成大人也出现在忘川湖。现在情形怎么样？老臣已收到犬子发出的密信，密信中说，他已混入盗墓派御领门，会伺机而动。盗墓派御领门跟你们索家有世仇家恨，这些人是杀是留，所长印可自行安排。直言太子殿下洪恩浩荡，属下感激不尽。还有，忘川湖天铺崖的情形如何？非常顺利，这个计划定会成功。这次一定要把木派一网打尽。木王城也应该换一换人了。当年邪灵教用邪灵水孟婆汤毒害天下苍生，在武林中掀起血雨腥风。特别是我们木派，有数百名守墓人死在他们之手。诸位都是当年参加围剿邪灵教的高手，如今孟婆汤突然出现在忘川湖天铺崖上，所以老身用上古幕府召集攻守两派商议此事。邪灵教被木派剿灭，教主傅义也已死多年。这些年，江湖上也没有听说有余孽作乱。孟婆汤的事确实蹊跷。骆石秋等三人的症状确实是孟婆汤之毒。幸好当年围剿邪灵教时，老夫拿得解毒配方，否则这三个人就真的成了尸毒了。感谢萧神医施以援手，给石秋他们解毒。既然骆石秋他们已经解毒，那应该很快就会醒来，不如直接找他们来问问。我已经问过此事，据他们回忆，书画二圣带着2个人上崖来，进了这间房间后不久，突然浓烟滚滚，他们很快被熏倒了，接着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2个人？什么人？他们可曾认识？一个是忘川家族的2小姐穆雪柔，一个是她的家奴，叫海叔。传忘川家族族长圣女，通灵塔圣使神差到屋里来。忘川家族族长圣女，通灵塔圣使神差，参见穆王千岁。骆石秋他们3人都指证忘川家族的2小姐穆雪柔，
就是使用了孟婆汤之毒的人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是雪柔？这绝对不可能。此事老夫也觉得不可能，因为1个月前穆雪柔已病死在家中，当时老夫曾赶到她的家中医治，但病入膏肓，已无力回天了。而且整个忘川家族也没有一个叫海叔的人。石秋、满风，让我进来。骆石秋、楼满风，拜见掌门，拜见各位前辈。你们2人果真在数日前见过穆雪柔？我在忘川湖只闻其声，未见其人。满风和千落姑娘都与他有一面之交。不错，我与他见过一面，而且千落也曾与他交手。那风少是否可以描述一下他的模样？她自称是穆雪柔，是圣使神差的妹妹，长得甚是美丽，体态轻盈，长发垂腰，杏脸桃腮。我见她时穿着一件鹅黄色裙衫，天扑崖上，我们3个都看见了这个黄衣女子。雪柔确实喜穿黄色衣服，但这并不能证明就是她。何况雪柔1个月前已病逝，萧神医可以作证。那神差的意思是，我们是凭空捏造，吓唬愚人了。穆雪柔已死，千真万确。你们2人可能是眼花了吧？我们3人亲眼所见，他进了此屋，我和千落也都与他交过手。难道我们在跟鬼打架不成？是人是鬼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他为什么要费尽周折来天瀑崖，目的是什么？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难道是为了煞气邪灵离魂沟？当年邪灵教教主傅毅被困此处，被我等数十高手围杀，煞气邪灵离魂沟和他的尸体都被葬在此处。这天瀑崖本身就是一个玄铁奇阵，如不知破阵之法，绝难登上此崖。再加上御赐10大守墓人之首裘黄夫人，穆王城、书圣、华圣2位护法镇守此墓。如果公墓派骆掌门不派人到此墓，放眼天下，谁还有这种本事？你的意思是，此事是我公墓派故意为之？本王可没有这么说。此事非同小可。如果煞气邪灵重现江湖，那些邪魔余党肯定会闻风而动，江湖上又会掀起血雨腥风。方才穆王千岁说，邪灵教教主傅毅以及煞气邪灵离魂沟都被葬在此处。不错，邪灵教教主傅毅以及煞气邪灵离魂沟都被葬在此处的玄铁巨棺中。如果想要打开玄铁巨棺，取出煞气邪灵，就必须同时拿到麒麟、忘川、千机、楚毒4块破木令。
禀报父王，麒麟家族族长独孤剑战死在祖墓之中。麒麟祖弟破木令被人劫走。什么？另外，忘川、千机、楚毒三大家族发来急报，各家族的祖弟破木令皆不翼而飞，请父王定夺。禀报父王，麒麟家族族长独孤剑战死在祖墓之中，麒麟祖弟破木令被人劫走。另外，忘川、千机、楚毒三大家族发来急报，各家族的祖弟破木令皆不翼而飞，请父王定夺。洛门主，四大家族祖弟破木令丢失，可是你们公墓派所为。麒麟祖弟破木令确实是石球和满风两人所拿，但麒麟家族族长独孤剑之死与我们无关。忘川、千机、楚毒三大家族祖弟破木令更是无从谈起。石球和满风连去都没去过。这只是你们公墓派的一面之词。公墓派争夺破木令倒也正常，但这4块破木令牵扯到煞气邪灵的安全，关系到整个武林江湖的安危，非同小可。攻守两派必须先搁置争议，共同对敌才是。韩老夫人手执上古祖制幕符，我公墓派愿听从调遣。我穆王城也无异议。天下知道傅毅以及煞气邪灵葬在此处的人，应该不足10人。除了老身、裘黄、书圣、华圣4位守墓人，穆王千岁和楚夫人，造墓的千机道长、通灵塔天灯圣尊，以及死在古子墓的齐圣外，还有一人知道此事。楚夫人被禁闭在通灵塔，天灯圣尊出海云游，不是他们所为。难道是情圣福音？圣使神差，你与鬼使守尊立刻前往鬼心湖，让情圣柳音来这见我。属下领命。现在守墓人裘黄夫人、书圣、华圣皆不见踪影，也不知煞气邪灵离魂沟是否还在傅毅的潼关里。以老身之见，要派人下去看看。阿弥陀佛，这下面的墓志如何？此墓是以天机圣人墓的墓志修建而成，琴棋书画4大护法都在里面把守过。此事是由我们公墓派的弟子所引发，定然要给整个墓派一个交代。公墓派能澄清身上的疑点，那再好不过。我们愿下墓一探究竟，查明真相，缉拿邪魔。我们也愿一同前往。好，你们4人下墓去查找线索，我们在此接应你们。整个天瀑崖都是玄铁所筑，墓内4壁都坚硬无比，并非寻常之墓。
弟子谨记，请掌门放心。老规矩，石丘拉绳，我就下路，千落水妖随后。我没事，等我清理干净，你们再下来。安全了，你们下来吧。石丘，金刚棍天丝绳就搁在这里，留条回路，以防万一。文峰，雪芙蓉还在身上吗？已经丢了。麒麟家族的破木令还在身上吗？还在。这块破木令是假的，被木雪柔调包了。我终于明白，为什么我们被灌下孟婆汤，而不是邪灵水的原因。你的意思是，让我们误以为破木令还在，使用的缓兵之计？不错，而且还可以嫁祸于我们，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开棺取出煞气邪灵。满风，你没事吧？这点小机关还能挡得住我楼满风？你是不是太小看我了？小心无大错，性命相关，你别大意。知道了，娘子。大木头，你看人家楼大哥多听老婆话。人家天洛姑娘贤良淑德、温柔善良、通情达理，跟你完全是两码事。疼！哎呀！你的意思就是我不贤良淑德，不温柔善良，不通情达理了？你重明玉秀，聪明伶俐，闭月羞花，沉鱼落雁。哎呀，挥之来兮！哎呀，疼啊！放手，放手！巾帼英雄。好了好了，你看你都快把骆大哥的耳朵拧下来了，饶过他吧。拧掉了耳朵，我就成残疾了。你要对我负责一辈子啊！好了，别闹腾了，办正事吧。石青，你来看这些鬼砖，虽然不能无尽出刀，但整个墓道全部都是，光看起来就够
啊？这其他3面墙光滑的像镜子一样，根本就没有办法用轻功。让我来试试。这种苦力活，让我来吧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太古指刀的刀法？真是大开眼界。还愣着干嘛？卖苦力的，丢掉了生计，傻眼了吗？千洛姐，等等我！你真是巾帼英雄，姑娘们里的翘楚。这年头，女人的本事都见长，男人的压力山大喽。好在前面的没被鬼斧神差发现，否则我们就麻烦大了。红手连派的人都聚集在这里，有好戏出场。没想到这里是通往天破崖的暗道。我们静观其变，守株待兔。麒麟家族的人追来了。大哥，这里连躲的地方都没有啊！跟他们拼！张硕兄弟，跟他们拼了！不用骗我，就在此死吧！皇帝！公孙无忌，你还记不记得？20年前你带人冲进我索家祖地，杀我全家，甚至连3岁的孩子都不放过。我是唯一逃出来的。那天我就发誓，此仇不报，是人。索连成。我今天要扒了你的皮骨，抽了你的筋，把你的脑袋点了天灯。索家131口人命，不去恨。想扒了我的皮，抽我的筋，拿我的脑袋点天灯，真是痴心妄想。
什么人？这一左一右的，该怎么走啊？满风，你在哪里？他们不会有什么危险吧？什么人在那里装神弄鬼？看他的身形高矮，不像是刚刚那个黑影。我先去会会他，你小心断后。海叔，方才圣使神差说，忘川家族根本就没有你这样一个人。风少，太啰嗦了。神差说的不错，我确实不是忘川家族的人，在下之名不足成道。晚辈确实好奇，愿意洗耳恭听。既然你想知道，告诉你也无妨。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本人姓傅，单字为海。这墓中葬的正是舍弟。原来如此，现在晚辈终于想明白了，阁下才是真正的不局之人。老夫从西域刚回中原时，就听说绝世风华龙如凤，人间只有楼满风，愿闻其详。原来如此，现在晚辈终于想明白了，阁下才是真正的不局之人。老夫从西域刚回中原时，
就听说绝世风华龙如凤，人间只有楼满风。愿闻其详。阁下是邪灵教教主傅毅的兄长，想要让邪灵教死灰复燃，要号令邪灵教余孽，就必须拿到煞气邪灵离魂钩。但天瀑崖机关齐阵，又有绝世高手镇守，想进到墓中取走煞气邪灵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于是你精心布局，利用求皇夫人悬赏雪芙蓉的机会，让江湖人士争夺厮杀，以混淆视听；又利用水瑶和求皇夫人的仇怨，同时绑架千落，逼迫石秋和我去麒麟祖地寻找雪芙蓉。说得不错，风少才思过人。若不是求皇夫人急着找雪芙蓉，我们还要等待时机。打开玄铁巨棺，取走煞气邪灵离魂钩，需要2个条件：一是登上天瀑崖制服守墓人；2是拿到4大家族祖地破墓令。第一个条件看来你们成功了，而第2个条件如何达成，漫风确实想不出，还请赐教。告诉你也无妨，每个家族中死去的人都会葬进祖墓，那么活死人自然能轻易拿到破墓令。所以穆雪柔是假死？不光他是假死，前姬、楚毒，我们都安排了人假死进墓，获取破墓令。只是麒麟家族没有成功，但幸好穆少和风少破了麒麟祖地，拿到了破墓令。即便如此，邪灵离魂钩休想拿到。你们已是笼中之鸟，池中之鱼，拿到它只是转念之事。剑随双。喂，丑老太婆，本姑娘现在可不怕你了，我今天非教训教训你，解解气不可。你把眼珠子搞得通红通红的，别提多难看了，还是换个颜色吧。这2个人好像是中了邪一样，根本就听不到我们说话。他们不会是鬼吧？人挡杀人，鬼挡杀鬼，管他是个什么东西。
伤势刀法。你要是不想死，就立刻放了满风。我死不出去，但楼满风必须陪我一起死。我的手只要一放，那些刀就会把楼满风刺成马蜂窝。你想怎样？只要你放了满风，我可以不杀你。放了楼满风也不是不可以，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。你说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你把这个喝了，它叫邪灵水。仙洛，你不能喝它，我不准你喝它。仙洛，你听到没？你不能喝。这里面尖刀无数，无穷无尽，楼满风会死得很惨。千刀万剐之后，死无全尸。再不所决，韩姑娘肯定会暴惨。杀气邪灵，唯我独尊。邪灵幻世，一统江湖。
华圣就是从上面下来的，上面说不定有个通道。这里真有一个通道，水阳，快上来！我们必须先放了满风。仙洛，你千万不能喝邪灵水，你听到没？就是死在此处，也不许你喝邪灵水。我保证，韩姑娘喝下邪灵水，不会有性命之忧。你答应过我，放了龙门。如果你敢食言，我就把你碎尸万段。不要喝！韩千洛，你是否听见我的召唤？请抬起头来。不！韩千洛，魂归魂，魄归魄，邪灵召唤。满风，原来你会在这里啊！怎么了，龙大哥？千洛喝了邪灵水，快去救他！石丘、满风，你们在哪儿？剿灭邪灵教余孽，杀无赦。千洛，你在哪儿？难道这座墓里还有其他的出口？这些人我不就服气了。啊！大事不好，杀气邪灵离魂钩丢了。邪灵教那些余孽呢？他们刚刚还在这里，一阵白烟过后都找不到了。难道这主墓室还有其他的出口？据我所知，这天瀑崖大墓出入是同一个口。出口虽然只有一个，但这大墓顶上还有一层，是给守墓人埋伏所用的密道。不好，他们一定是顺着密道出去了。出口处有我们穆王城数十名死士把守，他们跑不掉的。叶儿，你立即带人封住出口。所长应密令中起到，屋内白烟立刻增援。那看样子海叔已得手，轮到我们上场。
还是老祖母，你快来看看千洛，他喝了邪灵水。我点了他的睡穴，千洛变得就像换了个人似的，谁也不认识，还异常凶狠。萧神医，千洛怎么样？20年前，傅毅就用这种邪灵水控制过许多武林高手。喝了邪灵水的人，只要听见邪灵的召唤，就会失去理智和自控，成为行尸走肉，要么疯狂杀人，要么自杀自残，极为恐怖。那是否有解药？在场的很多人都经历过那场武林浩劫，中了邪灵水之毒的人只能杀掉，无药可以救。阿弥陀佛，老衲却记得有一人中了邪灵水之毒，最后却安然无恙。不错，是有这么一个人。楚毒家楚夫人，当初她饮下邪灵水，打入邪灵教，找到这天普崖魔窟所在，才使我们木派能一举歼灭此邪教。楚夫人是千洛的母亲，她一定会全力救治。只是听说楚夫人被囚禁在通灵塔之中。阿弥陀佛，木王千岁，这攻守两派的争斗是我们木派内部的事情，但现在面临邪灵教死灰复燃，武林中再起血雨腥风，大家应以大义为重。大师教诲的事，我这就派人放出楚夫人。阿弥陀佛。石秋，把四大家族的破木令还给木王千岁。啊！启禀父王，众位前辈，大事不好！天扑崖上突然出现大批的黑衣人，袭击我屋外木王城死士。双方混战当中，邪灵教余孽从出口趁机脱逃。这样看来，邪灵教的余孽还真的不少。邪灵教余孽不除，终会祸乱整个武林。现在公墓派已获四大家族破木令，虽不是公墓氏所得，但事实终不可变。而木王城守墓不力，让邪灵教有机可乘，确实罪责难逃。众位既然都在场，老衲有一个主意，既能不破坏木派组织之法，又能把邪灵教余孽一网打尽。如果有一箭双雕的好主意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还请大师明示。大师不妨说说看，是一个什么主意？邪灵教余孽想死灰复燃，
肯定会找我们这些老骨头寻仇。与其让他们一个一个的来找，还不如我们给他们创造一个机会，把他们引出来，一举歼灭。什么样的机会会让邪灵教余孽感觉有价值呢？忘川湖木派第一战。忘川湖木派第一战，确实是攻守两派按组织之法而行，而且我们这些围剿过傅毅的人都会在场。这么好的机会，邪灵教余孽一定不会放过。到时候我们木派便可以一举诛灭邪魔，剿灭邪灵教余孽，扬名天下武林。那此事就这样定了。3个月后，忘川湖木派第一战，分高下，诛邪魔。好，3个月后分高下，诛邪魔。钱我这个样子，真让人放心不下。老身有心想让他再回韩家祖屋，却又担心邪灵教余孽就在这附近。韩老夫人敬父亲，吴金姑远离此处，且戒备森严。若骆家祖堂和彼岸峰能立即增援，邪灵教余孽断不敢到那里撒野。那就好。只要千洛能远离邪灵的召唤，就不会丧失理智，变成行尸走肉，任人摆布。老祖母请放心，满风一定会不离千洛半步，等楚夫人给他解毒。千洛真是个苦命的孩子，幸好有卢少侠陪伴，否则老身真放心不下。老祖母，您就放1万个心吧，有我们陪着千洛姐，保管没事儿。不行，你们快走吧，别耽搁太久。要是邪灵教余孽回来，千洛可就没救了。好，就此别过。3个月后，忘川湖畔见。莲花拜见公主殿下。你身子还没有好全，应该在房中静养才是。奴婢近来康复的差不多了，整天躺在床上，反而觉得无聊。你可知11公子现在到哪儿了？镇远大将军的3000玄甲铁骑营驻扎在都城外10里的皇陵。殿下本人在来樱花宫的途中。11公子身亡，已经赶来樱花宫。皇姐，皇姐，我回来了！皇帝都想死你了。皇姐，瞧瞧咱皇家的11公子，已经是名震四海的镇远大将军了。皇姐听说你在边关7战7捷，杀的那些外域蛮族闻风丧胆。皇帝在精绝国斩敌3万，少说也可保数年边境安宁。
你在边关杀敌，一定吃了不少苦。这点苦算不得什么，若不是皇姐当年巧妙安排，让皇帝领兵去边关戴罪立功，逃过一劫，皇帝早就成了智妍太子的刀下之鬼。皇姐救命之恩，皇帝感激不尽，只愿能够早日报答皇姐。父皇子嗣众多，我们从小就在这明争暗斗中长大。母后死得早，你是我唯一的弟弟，我们西宫唯一的皇子。皇姐不救你，谁救你？如今皇姐深受父皇的器重，监管行吏礼3部，手握禁军10万兵马，咱西宫再也不用看智妍太子宫的脸色活命了。公主殿下，车驾已在宫外守候。皇帝，你突然从边关回京，智妍太子宫一定会对你紧盯不放，你一定要小心谨慎，多加防备。臣恭喜太子殿下，雪芙蓉已经拿到。太好了，父皇的病总算有治了。这一次姑不但立下大功一件，还让老11再也没有留在京都的理由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不但如此，现在邪灵教上下都臣服于太子殿下，在武林江湖中，我们又多了一条臂膀。邪灵教毕竟在武林中名声不好，不可让外面的人知道我们跟他们的关系。请太子殿下尽管放心。听说索公子这次受尽磨难疾苦，真是劳苦功高，姑一定要重重赏赐你，封索公子为3品带刀校尉，赏金10000两，赐金丝1000匹。臣索连城谢太子殿下隆恩。哈哈哈哈哈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！索掌印真是虎父无犬子，强将手下无弱兵啊！臣惶恐，臣定当忠心耿耿，披肝沥胆，为太子殿下效力。另外，樱花宫和11公子身亡的情况怎么样？樱花宫倒是显得异常平静，没有什么动作。11公子殿下把3000玄甲铁骑营驻扎在都城外10里的皇陵，他本人也不住在王府，每天都在樱花宫里。不能让他们待久了，这2个人都是姑的心头大患。臣以为能让11公子殿下回边关最好。如果一时回不去，索大人看看有什么法子，能让他们对姑有些畏惧才好。邪灵教就是最好的法子。这绝对是个好法子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看公主殿下高兴的样子，肯定又是想起了少城主。这是什么粥？为什么会这么香？
木耳杏鲍粥，这是公主殿下最喜欢喝的粥呀。快拿走，以后不要再煮这种粥了。这几日公主总是恶心想吐，要不要找个御医来看看？本宫没事，可能是这段时间太累，让下面做些清淡的食物就好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怎么没有见到11公子？西月也不见人影啊。公主殿下，您忘记了，昨天11公子跟您说，他想带西月去郊外打猎，您准了。哦，想起来了，是有这么回事。1年不见，你厉害了不少。11公子在边关杀敌，3000玄甲铁骑歼敌3万，那才是盖世英雄。西月只不过是杀了一只小小的麋鹿。本王怎么觉得你这是在讽刺本王？奴婢哪有那个胆子敢讽刺镇远大将军？有刺客！护卫将军！你是什么人？竟敢在京都这里撒野！这个人显得非常怪异，好像不是一个正常的人。各位将士，大家注意左右2侧密林中的刺客。撤！你是什么人？敢在皇陵猎场袭击朝廷重臣11公子殿下？
魂归魂，魄归魄，邪灵召唤，随我来。这位少侠，林中恐怕有埋伏，先不要贸然追赶。这位少侠可是武林盟莫宫林家的公子林宇坤。公主殿下这段时间时常恶心想吐，不知道身体是否安康。回内务长司的话，公主殿下凤体倒是无恙，只是什么？公主殿下已怀有凤胎。此事当真？小人在宫中行医10余年，宫里嫔妃都是小人看诊，这种事不会有错。多谢张太医，此事就到此为止，不要让外人知道。如果走漏了半点汤汁，小人不敢，小人不敢。还烦请太医开个养胎的方子，让公主殿下身体能够更加康健。小人竭尽所能，定保公主殿下母子平安。小人宫中还有些事务，请。什么事把你欢喜成这样？公主殿下怀有凤胎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按皇家王法，公主在未成亲婚嫁之时怀有凤胎，可是损害皇家清誉的大罪。那还不简单？我们想法子让少城主和公主殿下尽快完婚不就得了？此事要是被太子知道，就大事不好了。那个太医留不得。西月，快进来给本宫讲讲皇陵打猎的事。皇陵打猎之事，11公子殿下已无大碍，奴婢已派人去查刺客的来历，但此事已不再重要了。哦，还有什么事比抓刺客还重要？说吧，什么事让你们慌成这样？方才太医给公主殿下把脉，本宫的身体本宫自己知道，只是有些沉晕呕吐，休养几天就好了。太医说公主殿下怀有凤胎。此事当真？
立刻飞鸽传书给少城主。奴婢这就派人去办。但按皇家王法，公主在未成亲婚嫁之时怀有凤胎可是大罪，还请公主殿下能把此事筹划妥当。西月说的对，此事对外一定要封口严守，如果被太子利用，就难办了。另外，最好能请少城主尽快来京，商议大婚之事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大木头，你快点来啊！哎，这里可是道家仙地，可不能杀生的。我就是想抓几只来看看，又不是杀生，快点帮我来抓啊！世人只知天上嫦娥翩跹美貌，可是我家千落也是貌美绝尘。我哪有那么美？就知道说好听的。我眼睛变红时，又会说我是人模鬼样。千落姐，你眼睛变红时，那美的更是非同凡响。大木头，我也有千落这样的花环。求人帮忙，还叫人大木头，重新学过。来点甜的。石秋哥哥，石秋哥哥，求你了。哎呀，这个称呼还真是让人心情爽快，倍感舒坦。你就是要摘天上的星星，我都万死不辞。满风师哥，楚夫人到谷里了，大师太叫千落姑娘快回去。娘，您受苦了，都是孩儿不孝。傻孩子，你看娘不是好好的吗？
现在你中了邪灵水之毒，感觉怎么样？我身体上并没有感觉什么不适，但如果听到邪灵召唤，就会立刻失去理智，无法控制自己。敬臣敬意二位师太，邪灵水之毒非同小可。虽然中毒之人没听到邪灵召唤时跟常人无异，外人根本看不出来，但如果749天内没有再饮邪灵水，那中毒之人就是毒发身亡，必死无疑。但大家也不必担心，天洛从小在毒液中长大，体质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。数十年前，老身也曾以身试毒，懂得如何化解此毒。老身需要一处僻静所在，给千洛化解此毒。木派禁地圣宫墓内有一处暗室，楚夫人和韩姑娘可以放心在里面以功化毒。那就太好了，老身感谢敬意敬臣二位真人。楚夫人，你看你跟我们还客气什么？曼风和千洛有婚约在身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客气来客气去的，反而见外了。师姐说的对，都是一家人，就不要见外。快坐，快坐。启禀掌门，二位师太，莫宫林家公子林宇坤在门外求见。宇坤？宇坤怎么来这里了？二位掌门师太，宇坤是我的弟弟，他肯定是来找我的。那就让他进来吧。是。姐，宇坤，你怎么跑到无情谷来了？爷爷和爹时常想念你，所以让我来看看你。这还差不多。对了，我刚刚听你们说什么邪灵教，我在京城办事的时候遇到过一些诡异的江湖人，那眼睛通红通红的，这些人跟传说中的恶鬼一样。那就是邪灵教，原来他们去了京城。此事确实有些蹊跷。天瀑崖之战后，邪灵教就突然在江湖上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们竟然如此大胆，在京城重地出现，难道他们不怕被官府缉拿吗？师姐说的对，邪灵教在京城如此明目张胆的行事，背后肯定有官府的人撑腰，而且来头还不小。这还用说？如果天瀑崖上他们没有任何的外应，插翅也难飞。石修说的对，风儿认为是太子和神捕们在背后暗中支持邪灵教搅动局势。如果是太子和神捕门，这事情就棘手了。石丘满风，那你们就速回祖堂，禀明掌门师兄，请他定夺。遵命。张太医，你是想去神捕门？岳长嗣，下官正巧路过神捕门，绝对是偶然。天下哪里有那么多偶然？所有的偶然都是有因有果的必然。
张太医说是有急事禀报，怎么还没有到？张太医是否来过？回左大人，张太医并未来过。安胎药房。儿子给父亲请安。坤儿回来都跟我说了，你看看你造的孽，现在牵连到我宝贝瑶儿身上了。嘿，父亲说的是求皇囚禁瑶儿的事情。想当年我带着你去密营谷求亲，本来两家人说好的要定下你跟球皇丫头的亲事，谁知道你却跟他妹妹归凤好上了，搞得球皇那丫头不但空欢喜一场，还颜面全无，从此怀恨在心。他执掌密营谷后，搞得亲家跟仇家似的。唉，儿子和归凤是一见钟情，不过此事确实是儿子考虑不周。唉，可怜你媳妇归凤为此事郁郁寡欢，临终嘱咐自己死后密不发丧，悄悄下葬，就是怕密营谷的人一个都不来，丢了我们林家的面子，让外人看笑话。是儿子不孝。唉，冤孽呀！坤儿说在京城那里碰见了球皇丫头，而且她中了邪灵水之毒，搞得人不人鬼不鬼的。我们林家终究是欠她的，我准备去趟京城把她救出来。一切是儿子的过错，让儿子去办吧。哼，你以为我一把老骨头喜欢跑来跑去的吗？我是怕你跑去救人，人家不但不领情，还落你的面子。那儿子多派些高手陪您老前去救人。家丑不可外扬，我可丢不起这个脸。这里离京城不过1日路程，我老头子一个人去就行了。回来的时候，我会把球皇丫头带到无情谷，一来请楚夫人替她解毒，二来去看看我的宝贝瑶儿。你们这些老的小的，没有一个让人省心。哼！你们的意思是，皇妹有了凤胎？张太医是宫中名医，他出了樱花宫，就飞鸽通知连城有急事密报，不久便在神部门门口胡同里被灭口，可见此事绝对非同小可。张太医已死，仅凭一张保胎药方，
根本就无法确证。确证此事其实不难，只要想办法在皇上面前让其他太医为公主一把脉。索统领所言极是，公主未嫁，怀有凤胎，罪名可不小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还有一事，攻守木派公告天下，10月初7在忘川湖玄关崖前举办木派第1神功大赛，还派人进京请朝廷出面到场主持公证。哦，有意思。这是明摆着送机会给我们。太子殿下高明，一眼洞察要害。邪灵教2位教主也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决意要一举定乾坤，为前任教主报仇雪恨。好个一举定乾坤！此事就让邪灵教打头阵，只是他们的人手有些少。神捕门的大牢中关押着不少死囚，其中不乏武林高手。只要告诉他们喝下邪灵水，就可以免除一死。这样，邪灵教便会势力大增，足以跟木派分个高下。所长印，虎父无犬子，令公子智勇双全，难得的人才呀！这都是太子殿下教导有方。父皇用血芙蓉后，病情大有好转。今晚传姑、皇妹、11皇子一起进宫团聚，我们就来个一箭双雕。宫里的事，姑已派人安排妥当，为防不测，你们神捕门在宫外戒备。太子殿下尽可放心。老实点，要不然勒死你个王八蛋！求皇夫人关在什么地方？这些乌龟王八蛋！有种的，把老子给放开！吵什么？信不信把你一刀刀剐了，下油锅给炸了？呸！有种就来，让我怕了你们这些邪魔恶徒不成？哼！骂我们是邪魔恶徒，一听见邪灵之音，你不也是一个杀人的魔头？大家彼此彼此，想开点吧，老头。给我水，我要喝水。
你听到没有？求皇夫人要喝水，快去拿水！如果小女子没有看走眼，阁下是莫宫城林老盟主吧？听说当年邪灵教主傅毅拿着一把女人用的兵器，阴阳怪气，惹了很多江湖人耻笑。小女子也觉得，煞气邪灵离魂钩本来就应该是女人用的。小姑娘，这把武器确实与众不同，你用得来吗？哈哈哈哈哈！细皮嫩肉的，可别割着自己。用得来，用不来，请林老盟主不吝赐教。果然是邪灵无间道，杀气离魂钩。来人的熊，是什么妖道啊？把我老头子的眼睛都快晃瞎了！妖精，来，我们大战300回合！痛快，杀得痛快！快走，先离开这个地方。你们身中邪灵水之毒，就是逃到天涯海角，也逃不过邪灵召唤。九华妹子，快走！我今天跟他拼了！天地之主，将归魂，破回破，邪灵召唤，随我来！听不见了，真是清静，真是清静。赢了，那只能一死了。
秋黄呀，你怎么样？林老盟主，快点我的穴道，快点我的穴道！不玩了，不玩了！那些光闪得我眼都快瞎了。千洛姐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，真是急人。石秋、石阳，你们还是先回去吧，我在这里守着就行。满风，我们回去也是提心吊胆，还不如待在这里。爷爷。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的宝贝瑶儿，让爷爷看看。哎呦，想死爷爷了！晚辈石秋参见林老盟主。免了，免了，哪儿来的这么多俗套？瑶儿啊，这木头小子有没有欺负你啊？告诉爷爷，爷爷给你出气。他呀，现在可恨人了，倔得跟牛一样，怎么说都不听。好，我看你的样子，应该是就喜欢他这个牛脾气，心里欢喜的紧呐。林老盟主带了个人过来，可是裘黄夫人。怎么，您老也遇到了邪灵教恶徒吗？真是天仙老太婆，她中了邪灵水之毒，怎么会被您带到这里来了？哼，这都是你爹造的孽，还要我老头子来还这个人情啊！我爹？先不废话了，听说楚夫人知道解毒之术，我老头子想卖个面子，请他帮忙救一下裘黄丫头。楚夫人正在墓中给千洛解毒，现在还没有结果。多亏了太子的灵药，朕的身体已然好转，你们不用担心了。父皇洪福齐天，儿臣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，不值得嘉许。今天父皇召集你们来，是有一件事情要跟你们商议。攻守木派要在忘川湖进行木派第一战。
按惯例呢，朝廷应该派人前往。你们看谁去比较合适啊？启禀父皇，木派第一战确实是朝野大事，按规矩应该派礼部尚书前往，但这一次还涉及到破木林归属的问题，儿臣采墨想亲自去一趟。启禀父皇，木派是武林中的事，理应由神捕门所长印带人前往主事。此事原本就归属礼部，儿臣掌管行礼礼三部，此次亲自前往，也是为了彰显我朝天威，皇恩浩荡。但本宫听说皇妹身体不适，前几日张太医还给皇妹把过脉。墨儿，是不是朝中的事太多，让你累着了？回父皇的话，并无大碍，墨儿决意前往，还请父皇成全。那你注意身体，别太劳累了。朕就让所长印给你护卫保驾，一同前往吧。太子，你可有意见？儿臣遵旨，父皇英明。父皇，儿臣有事启奏。讲。现在四海安详，边关也无战事，儿臣是练武出身，一直想见识见识这些武林中的神功奇学，所以想随皇姐去一趟，还请父皇准予。婉儿说的不错，你是镇远大将军，带兵打仗离不了武艺奇学，你愿意去看看，再好不过。父皇准了。儿臣谢父皇洪恩。启禀公主殿下，少城主已到樱花宫。少城主到了樱花宫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传令下去，急速回宫。是。公主有旨，急速回宫。枪！
城主，大事不好！公主殿下的銮驾在回宫的路上遇险。什么？忽然怎么样了？公主殿下并无性命之忧，但是受到了惊吓。叶哥哥，对不起。我们的孩子没了。木儿，你好好休养，伤也别想。西月，查到什么消息没？据查，城郊马道周围近来有许多邪灵教教徒活动，11公子带着人正在封道搜查。邪灵教，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！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事情已办妥当，此事肯定会激怒樱花宫，我们应当早做准备。太子只是不希望阴雪公主太劳累罢了，这也是为她好。至于11公子，不过是一介武夫，根本不足为虑。孩儿已让邪灵教离开京城，去准备木派第一战的事情。做得好。只要他们离开京城，樱花宫和11公子找不到证据，也就不肯拿我们怎么样。宋麒麟族长独孤剑，英雄千古，浩气长存。宋族长，英雄千古，浩气长存。天地无忌，邪灵降世，魂归魂，魄归魄，邪灵召唤，随我来。不是说有外敌入侵吗？我怎么没有听见任何动静？
两位师妹，你们是怎么了？我是千亿雪啊。早听说无情谷里有一位绝色天仙、剑法绝世的小师妹，果真是名不虚传呢。你是什么人？把我两位师妹怎么了？他们喝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喝了邪灵水，现在已经是行尸走肉，只会听从我们的吩咐。邪灵教，你是穆雪柔？不错，正是本教。你回去通报一声，如果要想世间少点行尸走肉，就别浪费时间，赶紧开启木派第一战。阿弥陀佛，如今的形势，宜早不宜晚，要尽快阻止邪灵教荼毒天下苍生。楚夫人虽然已研究出了解药，但全靠韩姑娘的毒化血，救不了几个人。慕容兄，不如提前开启木派第一战，和邪灵教决一死战。本王也正有此。但木派第一战原本是攻守木派为玄关崖破木令而设的，但如今为了决战邪灵教，有些话还是先说清楚为好。老衲以为玄关崖破木令的事，攻守木派还是要遵守祖制之法，但木派第一战胜负之分，老衲建议谁制服了穆雪柔这个魔头，谁就是胜方。大家意下如何？苦禅大师所言极是，灭邪教、救苍生才是重中之重。既然如此，本王无异议。3日之后，就立即开启忘川湖木派第一战。那就一言为定，3日之后，忘川湖木派第一战，灭邪教，救苍生。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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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，快看下面，那图湖的景色好美啊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再到湖边走走，我们去看看传说中的忘川湖。仙乐姐，你快过来！你看，那应该就是木派第一战的观战楼吧？那座楼确实好壮观。大家看到后面那个高大的石墙，
那就是玄关崖，第3块破木令就在那里。我们得先赢了木派第1战，才能登上玄关崖。他无所超过你。哇，大木头，从这个角度看，忘川湖更美了。你要是喜欢，我们以后常到这里来看看。那太好了，你说话要算数哦。这里真的好美啊！只可惜，好景如梦逝。再过2天，忘川湖就会成为人间炼狱。确实，再过2天，一场武林浩劫就要从这里开始。让我等武林儿女，哪天不是在刀尖上生存？穆少好胸怀，生何恋，死何惧？什么死呀活呀的，能不能说点好听的？看刚才那人神情，好像是鬼使。可不是嘛，神神叨叨的。你这样看着我，是不是又要劝我明天不要出战？你心意早已定，我不想再劝什么。现在只怕你小心应对，保护好自己。大师太他们叫我们先到，就是让我们看一看四周的情势。看这景色戾气太重，我们去玄关崖那边转转吧。原来是鬼使尊者约贫僧到此一见，不知是为何事。师父心中早已洞悉弟子一切，也知道弟子心中所苦。弟子想脱离苦海，却又解不开尘世所困。解铃还须系铃人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
弟子在苦海间不能释怀，请师父原谅。佛说，人生有三苦：怨憎会、爱离别、求不得。你还记得师父给你取名时是如何说的吗？既是劫数难逃，无可奈何。阿弥陀佛。皮能好恶，原是无常，一切皆是虚幻。不可说，不可说，一说就错。这些玄关里面葬的究竟是什么人？都是穆王城里没有家族归属的圣士和圣尊。因为他们来自武林各门各派，曾经是有罪之人，后来愿意守墓赎罪，所以他们的名字并不被外人所知。但玄关里的每个人都曾是叱咤武林的风云人物。生前守墓赎罪，死后玄关崖葬，上不升天，下不入土，究竟多大的罪过才让他们悔恨至此啊？这些玄关看着如此荒凉，难道上面还有守墓人镇守？玄关崖只对攻守两派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，对外人只是一处孤魂聚集之地。自攻守墓派建立以来，这是第一次玄关崖之战。这崖上挂着大概有几百口玄关，那破木令在哪一个玄关里面呢？那这可真够找的了，而且还要应付守墓派的高手。这一次剿灭邪灵教是重中之重，其次是赢下墓派第一战。至于玄关崖之战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满风说的不错，灭邪教救苍生才是重中之重。难道雪柔真的没死？但她为什么会成为邪灵教的帮凶呢？你怎么突然变成这样？为什么病了不早说？姐儿，没什么大事，你也不用担心。萧神医不是来了吗？他会医好我的。自从父母离世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我总不在忘川湖边。其实姐姐心里一直挂念着你。小妹知道姐姐忙，有很多事要处理，不像我天天闲着。这病啊，恐怕也是闲出来的。你只要好好的保重自己，比什么都强。姐儿，你知不知道，我从小就以你为榜样，希望自己有一天会有跟你一样的成就。有时候甚至想，如果我能比你早出生，
或许我就不是现在这样的小角色了。如果你比我早出生，你肯定比我厉害。你5岁就能一字不落地背完牧师10本功法，10岁那年盗墓派突袭4大祖地，你能料事如神，把盗墓派打得一败涂地。那有什么用？我只是个会算计的女人，和姐姐的盖世神功相比不值一提。假如我有姐姐这样的武功，真想跟你比一场，证明一下自己。我不会跟你动手。那我就逼着你跟我动手。我不会动手的。师妹，你又在想雪柔的事情了？你说，雪柔为什么会成为邪灵教的帮凶，成了危害武林的魔头？和我一样，心魔作祟，劫数难逃。你的心魔是你自己，他的心魔又是谁呢？是你。你太强了，他在你的阴影下找不到自己。明天或许跟他会有一战，你会动手吗？不会，我的剑不会指向自己的妹妹。但她已经失去理智，而且还是江湖上人人得而诛之的魔女。你帮我吧。我会尽力而为的。这件事过去之后，我想离开这里，跟师父一起云游四海。我没有你这样的福气。我是忘川圣女，这是我的宿命。应天顺时，受兹明命，命11公子镇远大将军身望，神捕门掌印锁朝阳，于忘川湖亲征木派第1战，钦此。11殿下，索大人，时辰已到，是不是可以开始了？时辰已到，木派第1战开始。守木派忘川圣女，通灵塔圣使神差穆雪梨下场接受挑战。神差穆雪梨，恭候公母派高手赐教。一雪向掌门、师傅、众位前辈、师兄师姐拜别，下场挑战。
孩子呀，神差的武功已到炉火纯青的地步，你一定要凝神定气，多加防备。易雪自小苦练以手代攻的花羽剑法，就是为了能为公墓派出一份力。易雪会沉着应对，不负大家所望。公墓派无情谷弟子千易雪，请圣女神差赐教。无情谷千易雪，花雨剑下无一物，千军难过彼岸迟。听说过你，故事很传神。易雪威名不足挂齿，我眼中无物，但剑随人愿，请赐教。我败了，易雪培。一剑相斥，半招之下。如果姑娘不退守为攻，我不见得能胜过你。守墓派圣使神差暮雪离胜，请公墓派下一位出场者。骆石秋、楼满风愿挑战神差。千落在天瀑崖上曾跟神差有过一战，并没有分出胜负，让我去吧。神差最难对付的是无相类兵，而千落的太古指道功法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可以让千落去试试。千洛曾跟老身提起过天瀑崖之战，神差的无相类兵并没有占什么营手。别看我，别看我，我只是来看热闹的。但太古指刀功应该不会比无相类兵差。好吧，千罗姑娘，你去吧，但千万不要逞强。对战之时，需小心再小心。是，千洛定会量力而行。大木头，娄大哥，要不然我们到观战亭那里吧，那里看得清楚些。
我知道你会来。若你以为能胜过我的无相类兵，那就太自以为是。千洛知道，上一次圣使神差手下留情，没有使出全力。虽是如此，但你确实是唯一一个无相类兵无法近身的人。既然这样，千洛有个提议，我们只比试太古指刀和无相类兵的功法，如何？本圣使也正有此，那就一招定胜负。那你小心了。雪柔，姐姐，好久不见，能见到你这副表情，真开心。为什么你要装死，还成了邪灵教的帮凶？哼，这都要怪你。怪我？难道我对你不好吗？从小到大你什么都比我强。你5岁就是忘川家族圣女，人至即位，万众仰慕，而我连跟你比的机会都没有。你神功盖世，木派第一，无人可比，傲视天下，而我连去通灵塔拜师求艺的机会都没有。我总是活在你的阴影之下，你知道我的痛苦吗？你知道我的愤怒吗？如果老天让我们换一下，我穆雪柔不会比你差。你我姐妹并无分别，同样都受到武林的尊敬。难道你追求这些虚名？哼，尊敬？谁尊敬我？别人的尊敬都是因为我是你的妹妹，他们尊敬的是你，而不是我。我受够了这些人的虚情假意，受够了强颜欢笑的谦卑。我不比你差。5岁我也能过目不忘，10岁我也名动江湖，15岁我也算风云小天下。没有人说你差，其实很多方面我都自愧不如。那有什么用？你是忘川圣女，通灵塔圣使神差，我只是忘川湖边的一个算命看相的小人物，
哼，如果我没有变成现在这样，我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当着全天下人的面跟你比一比。即使是这样，我也不会跟你动手。父母死后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。你拔剑，和我一战。今天这场景，在我脑海里模拟过无数次。我不会用剑指着我的亲妹妹，我要你跟我一战。天定的命数，自找的劫数，世人皆不可得。好，你不跟我动手，杀光这里所有人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姐姐神差是不会跟你动手的。鬼使在此处埋下的迷烟，已把楼里的所有人迷倒。他们已是砧板上的鱼肉，任人宰割的牛羊了。这个计划真是天衣无缝。我们邪灵教能大仇得报，多亏了所长印的周密安排。我现在要赶着去穆王城，那里是该换换主人了。这里剩下的事就交给你去办了，里面的人一个不留。来人呐，楼里楼外斩尽杀绝，一个不留。我们讲好的，你报你的仇，解我的恨。在我没有了结我的事之前，这楼里的人一个都不许动。我只给你半个时辰，如果你再敢阻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没有我的解药，你们都提不起人情。你究竟是谁？是南宫世子南宫月，还是天禅寺的无可和尚？他们都是我，却又不是真正的我。我是谁？有时候我自己都分不清，但我知道现在的我是谁。你藏得这么深，一定有很大的缘由。本王非常好奇，真正的你究竟是谁？真正的我叫慕如鹤。三哥。
我是你的九弟，你没有想到吧？那当年在通灵塔里装进石棺，给父王陪葬的人是谁？那是南宫世子南宫月，他自愿替我去给父王陪葬，而我顶着他的名字活了下来。原来如此。按辈分，苦禅大师是我们慕容家族最老的长者，所以我请他来见证此事。既然如此，你想问什么就问吧。三哥，父王是不是死在你的手上？我已经问过叶儿，虽然他没有明说，但他的神情告诉我，他亲眼目睹了一切。此事跟叶儿无关，是我失手杀了父王。果真如此，王位杀死父王，又逼迫兄弟姐妹殉葬，天理难容，畜生不如！如今你举着刀，对着自己的兄长，又让那么多无辜的人陪葬，天理又如何容你呀？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冲破这囚笼，不能这样坐以待毙。这个亭子上下都是玄铁所造，硬砍确实很难砍得动。那怎么办？就这样等死啊？雪瑶，你们家的幻墨神功不是在水上可以变换分身吗？我们家的幻墨神功虽然可以变换分身，但虚的毕竟是虚的，我真人钻不出去，换一个分身也不可能。石秋，上面不行，下面行。哦，地面是青石制成的。给你的时间到了。师父一语点醒梦中人，弟子无可领悟了。昨日弟子放下的铜瓶便是解药，其他的事有劳师父。佛说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我劝各位放下杀念，放下屠刀。我早就说了，鬼使不可信。那就送他们一起上西天。不能让他们吃下这药！卢过墨，撞柱毁楼，杀光楼上所有人！这位少侠，赶紧随贫僧救人！
天洛，我帮你救人，再去对付邪灵将。我石秋，还我父亲命来！姑姑，你父亲的死我也很意外。你先听我解释。点火，烧龙。放箭。给我上，杀光他们！血手，血手！
远不回那间纸卧室，我就知道我错了。原谅我，原谅我。雪柔，你不会有事的，姐姐不会让你有事的。我已经死过一次了，那一次我看见你哭得很伤心，这一次别再为我难过了，因为我知道。雪柔，雪柔。阿弥陀佛，前面攻守两派已有约定，如今公墓派杀死穆雪柔和傅海，剿灭了邪灵教逆党，可以再攻玄关崖。按墓派祖制，玄关崖是由我天禅寺僧人守护，贫僧愿率寺中36金僧作为守墓人，在此摆下玄关古阵，和公墓人竭力一战。众位意下如何？大师既已布下玄关古阵，而石秋等4人已有破阵的资格，我们公墓派将全力以赴。本王没有异议，一切全劳苦禅大师和众位金僧守阵。既然众位没有异议，那就请上玄关崖。开阵！南风千落，你们向右，我和水妖向左，攻到阵眼阵中，让玄关阵不能循环。金僧大鼎，这种车轮之术，我们真是小屋子。千落水妖，快上下层！
这个阵法风雨不透，看样子硬攻无法成全。确实，这三横一竖轮番对阵，我们肯定坚持不住。这可犯难了，整个阵法不断循环，他们又那么多人，能不能想办法让这些玄关不能循环？石青，我们集中力量在中间一竖的玄关上，把连接玄关的铁链扯断。好主意。这些玄关里葬的都是历代木派的尊者，我等晚辈愿意认输，以保逝者安息之地。阿弥陀佛，四位少侠慈悲为怀，老衲愿意交出破木令。苦禅大师，我们公木派受之有愧。阿弥陀佛。木王千岁，老衲守木不力，愿受阻滞之罚。本王心力憔悴，此事日后再论。本王恭喜骆掌门，公木派再拿下一城。你看见这两只猪，比看见我还开心啊！那当然啦，这两只猪哥哥又听话又乖巧，从来不跟我吵嘴，也不惹我生气，不像某个人。蓝风，你听听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人跟猪怎么比啊？你和他差距太大，确实没法比。不过这两只猪真快被水妖养成精了。你们一个两个真是……大木头，你去把猪食拿过来一下。本少爷没那个闲情帮你喂猪。石青，我劝你自觉些，小心他叫猪咬你哦。哼，咬我？他就算成精也是猪妖啊，又不是狗妖。猪哥哥，咬他！
石秋，快跑！他真的来咬你喽！骆大哥，快跑啊！自己显现了！